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29期。最近看到有朋友建议给介绍的游戏都编上号，其实我在收集素材和剪视频的时候，把每个游戏都单独做成了一个文件夹，然后按顺序标记好了。包含本期的内容呢，到目前总共讲了378款作品，也就是刚刚超过全部数量的零头。如果一直看节目的朋友还没有找到自己童年遗失的游戏，不用着急，后面还有将近1000款。另外，在把这个系列完成之前，我还是会一直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今天一起来看看87年11月发行的游戏。壮志凌云，也有翻译为捍卫战士，英文名 Top Gun， 基于1986年阿汤哥著名的同名电影改编。科乐美的这部作品在红白机上最先发行的美版，之后很快就发行了日版和欧版。1986年在电脑端也有另一款同名的游戏，由 Ocean 制作发行。这作的类型属于第一人称的飞行射击，玩家作为 F-14的战斗机飞行员，坐在驾驶舱内，要执行4个任务，即总共4个关卡。每关开始从3种型号的导弹里选1种，导弹的数量不同，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势。进入作战后，飞机起飞，画面下方是仪表盘，仪表盘上最左侧的是剩余燃料，中间的雷达显示我方和敌方的信息，雷达下方是飞机的耐久，右侧显示导弹型号和剩余数。方向键以模拟操纵杆的形式操控飞机移动。小时候不懂操纵杆拉伸的原理，还以为上下方向键设计反了。2种武器攻击，普通的机关枪子弹无限，用画面中间的准心瞄准。导弹的攻击方式是敌方的飞机来到方框内，先锁定然后发射。除了第1关，后3关进行到一半，中间有空中补给加油的环节，必须完成，否则燃油会不够用，需要根据画面中的指令提示手动对准。另外，日版和美版的音乐在这儿有点不同，虽然播放的是同一首 BGM， 但日版是在战斗时播放，加油时没有音乐，而美版刚好相反，只有加油的时候有音乐。我认为美版在这里应该是一个设计的错误，毕竟战斗少了 BGM， 感觉肯定会差一些。关卡末尾还有个降落到航母的环节，同样需要手动对准，成功着陆有加分。4个关卡里主要的敌人是米格战斗机，敌方也会发射子弹或导弹。第2关会出现敌方海军，还要摧毁1艘航空母舰。第3关有地面部队，关卡末尾摧毁1个堡垒。最后一关在夜晚作战，摧毁发射台上的航天飞机。这部作品的界面虽然做的是模拟的类型，但玩起来更像是当年街机的射击游戏，只不过换成了坐在驾驶舱内。画面表现不错，音乐也非常带感，第一人称射击很爽快。加油和着陆的元素让玩法稍微丰富了些，关卡较少。早期这类游戏仅依赖单纯的战斗，比较难以保持持久的吸引力，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作品，个人评价3星半。鲁邦三世：潘多拉的遗产，由东兴开发、南梦宫发行的一款漫改作品。这个 IP 的游戏系列数量也很多，目前有统计的，从1980年的第一部街机游戏到2010年 NDS 上的一作，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20来款。本作是基于1979年的电影《鲁邦三世：卡廖斯特罗城堡》制作的后续内容。克拉丽丝被人带走，他留下了一条消息说，因为天很黑，看不清太多内容，只知道像是在一座豪宅里。鲁邦和同伴一起出发营救他，在寻找克拉丽丝的过程中，得知了潘多拉遗产的存在，据说它沉睡在金字塔内。游戏类型是横版动作，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在3个角色人物之间切换，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鲁邦用手枪攻击，射程短，不能连续射击，跳起来也无法射击，但他是唯一能使用所有物品的人。次元攻击方式也是用枪，射程远，一次能连续发射3发子弹，可以跳跃攻击，攻击力更强。无忧卫门用剑砍人，只能近距离攻击，但攻击力很高，可以击败枪支无法消灭的敌人。人物的切换要消耗道具对讲机。游戏是既死的设定，但受到伤害表示被抓住，被迫切换成员，可以在特定的位置将同伴救出来，或者过关后恢复。场景中有很多可以进入的门，除了能救出同伴，有的房间有对话剧情，也有的物品室能获得道具。
除了前面说的对讲机，还有炸弹可以消灭敌人或用来打开隐藏物品的入口，猎枪可以向5个方向发射子弹，防弹背心可以抵御伤害，但只有鲁邦能用。另外还有避免坠落的气球、潜水装备和能在空中飞行的喷射器等等。总共4个关卡，末尾都有 BOSS 战。第一关就是豪宅， BOSS 是一个穿盔甲的骑士。第二关来到唐人街，舞台由中式风格的寺庙和住宅区构成， BOSS 是大光头 Kim。 第三关港口仓库，前半部分在港口可以潜入水下，后半部分进入仓库内。最后一关来到埃及，鲁邦驾驶心爱的菲亚特汽车穿越沙漠前往金字塔，来到金字塔内部是一个多层的迷宫，消灭最后的 BOSS， 游戏通关。这部作品的人物设计特点比较贴合原著，因此很受粉丝的喜爱。单从横版动作游戏的标准看，水准一般，操作的手感不太好，上手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游戏的难度也比较高，尤其是最后一关，很多时候必须使用鲁邦，还得多积攒防弹衣。个人评价3颗星。宇宙船，东星软件开发，杰里可发行的一款太空模拟游戏，只发行了日版卡带。1999年，一支神秘的宇宙舰队飞入太阳系，一颗机械行星的太空要塞出现在冥王星之外，月球被操控离开正常的轨道，并将在大约3个月后撞向地球。这支神秘的宇宙舰队正在建造具有强大破坏力的超级武器光子导弹。游戏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太阳系的行星之间旅行，在地球被毁灭前的100天内，收集隐藏在各行星的6枚光子导弹的零件，并用它摧毁敌人的要塞战斗之星。作品内容分成2个部分，在太空中，方向键控制画面的光标移动，按 A 键捕捉目标，然后选择画面下方的指令。电脑指令显示目标的信息，通过交流指令与其他的飞船通信来收集信息。收集到的信息里可能有行星的着陆点，如果确认是敌人，用导弹指令发射导弹将其消灭。有了着陆点后，用移动指令登陆该星球，来到行星表面，画面切换成斜向下的俯视角，在这里控制一个巨型的机器人，它被称为指挥套装，是由人在里面驾驶的动力装甲。方向键控制机甲移动，按下 A 键后出现光标，此时的操作就和太空中一样，光标锁定敌人，再选择下方的指令。字母 E 后面的数字为机甲的能量，也是血量。被敌人攻击会减少，我方攻击也会消耗能量。导弹的攻击可以设置能量等级，消耗越大，攻击力越强。下方的光束指令是光束攻击，再往下是护盾，这2个指令也会消耗能量。指令栏右侧的时间为月亮撞击地球的倒计时，超过100天游戏结束。行星表面的尽头有一个敌人的基地，摧毁它能获得物品，其中就包括光子导弹的部件。按这个模式穿梭在不同的行星，登陆表面摧毁敌方基地，逐步收集6个部件，还能获得升级物品。每升1级提升500点能量的最大值，最高到4000点。其他的道具还有导弹最大威力的升级，维修零件、能量恢复，传送回地球的 Earthwing。 回到地球可以进行各项修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全方位通信，能获得后面星球的着陆点信息。另外，动力装甲有3种类型：重力型、寒冷天气型和高机动侦察型。不同特征的太阳系行星上，要使用合适类型的装甲。收集完全部的部件后，就能发射光子导弹，消灭敌方要塞战斗之星。这部作品的玩法结合了即时战斗和指令的操作，初上手会很不习惯，花一些时间适应后，游戏的难度不算太大。对于习惯动作类的玩家，这样半吊子的设计不会太受欢迎。除了战斗，还有少量的探索和收集，内容算是比较丰富。画质方面，对太阳系的行星和地表的描绘做得比较细致，但动力装甲、敌方角色的图形显得粗糙了些。每颗不同星球有自己的专属 BGM， 如果能接受这种玩法，还是值得尝试的。个人评价3颗星。亚尔迪里欧斯，这个音译的游戏名读起来很绕口。本作是由日本物产开发和发行的一部 RPG 作品，剑和魔法的奇幻世界以及探索宇宙，多少年来都是 RPG 游戏的热门题材。剑和魔法前面几期好像比较多，这期轮到探索宇宙了。一个先进的文明曾经在虚构的太阳系中繁荣，
某天，一个黑洞出现，将住在那里的人都吸进了另一个维度。这个平行宇宙后来被称为亚尔迪里欧斯。在邪恶的国王萨贝隆的统治下，他控制着一台机器，将宇宙分裂成充满小行星带的空间。为了打败邪恶的国王，一个名叫拉多的科学家创造了一个半机器人。玩家控制这个机器人角色，一开始可以自由加点，5项属性从上到下，力量相当于攻击力，最大 HP 很好理解。第3个敏捷只影响战斗中逃跑的成功率。第4个护盾相当于防御力。最后一个是能量值，更强大的武器消耗更多的能量。游戏遵循大部分常规的 RPG 设置，俯视角的大地图探索，消灭敌人获得经验值升级。地图上移动的红点就表示敌人，接触进入战斗，然后切换成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类型。这个设计很像之前介绍过的一款游戏《洛伊德中央大陆之战》。从画面看起来，这座的战斗设计貌似要好一些，不过多几次遇敌之后，就会发现同一种敌人的行动模式每次都是一样。知道这一点后，战斗就会瞬间变得无聊。场景里的蓝色小房子相当于集成的商店，可以修复和购买物品。整个游戏场景由2个小行星带和3个行星构成，是巨大而且单调的迷宫。通过一个三角里有红色圆球的图案进行空间传送，消耗能量，在不同的区域之间移动。这部作品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消耗在战斗上，又因为刚提到的问题，杂兵战很无聊，所以整个游戏要坚持玩下去很难有动力。虽然画质在 RPG 游戏中算是不错的，但缺乏内容也是白搭。个人评价2颗星。古川浩司的将棋指南2，这是红白机上的第3款将棋游戏，本作由玻璃佳音开发发行。这作的初代1986年发布在 MSX 平台，红白机上首先发布了磁盘版，1988年3月还发布了日版卡带。古川浩司是日本著名的将棋选手，赢得的冠军数排名历史第6。80年代，他创下了最年轻的名人纪录。游戏界面有3种模式选择，第一种模式里与5个电脑 AI 进行对局，战胜前4名对手后，最后一场与古川对战。第二个模式全部40个问题，解题难度属于业余的中级水平。第3种下一手模式，总共20个问题，每步棋在右侧的4个选项中选择，越接近最佳的棋步，分数越高。最后发出总分来诊断实力。这款将棋游戏相比之前的同类作品多了2种问题模式，内容要丰富一些。对局过程中右侧的人物还会有一些动画和表情，但据说不太适合新手。游戏评价2颗星。沙纳多，其实按原名的音译应该叫法沙纳多。先解释一下游戏的来历。1985年，法老控在电脑端发行了屠龙者系列的第2部沙纳多。之前的节目介绍过第3部和第4部，也说过每一部的名字都不同。哈德森拿到授权后，在红白机上开发了这部作品，但游戏的内容相比原版改动很大，基本上算是另一款作品。而且因为没有获得原版游戏名的商标，于是把名字改成了 Famicom 加上沙纳多的合成词，意思是红白机上的沙纳多，简称法沙纳多。哈德森发行了日版，然后又由任天堂代理发行美版和欧版。这是一个关于世界树为中心的故事，精灵和矮人生活在一起，但有一天一颗流星撞击了世界树，导致它失去了平衡。精灵和矮人互相争斗，山路城市伊奥利斯处于毁灭的边缘。同时，一个流浪的男人回到了他的家乡伊奥利斯，为了恢复和平，必须穿过到处都是疯狂怪物横冲直撞的巨型世界树，打败住在恶魔山的邪恶魔王。游戏被归为动作角色扮演类，但是横版的玩法，因为相比原作去掉了大部分解谜内容，新加入了很多平台等动作元素，后来也被认为是类银河恶魔城的作品。人物来到屏幕边缘后切换场景，操作就是常规的 A 键跳跃 B 键攻击，后面也能使用魔法。画面顶部的是魔法条和生命条，右侧是经验值、金钱和有时间限制的道具物品的时间，用金币购买装备道具，装备种类包括了武器、盔甲和盾牌。消灭敌人获得经验值并掉落金钱和回血的面包，偶尔也会掉落其他的物品。加强武器装备是游戏里唯一提升主角能力的方法，
虽然也有经验值和等级系统，但等级只和保存密码相关，它决定了玩家通过密码恢复游戏时拥有的经验值和金币数量。整个流程包含了山路、树干、迷雾、树枝、恶魔宫殿和堡垒等区域，最后是矮人的山区据点。这部作品由于在原作的基础上改动很大，而电脑端的原版又相当成功，老粉丝对红白机上的这作不太买账。游戏本身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元素，但素质很扎实，巨大的世界树中呈现的世界观很到位，敌方角色设计也符合主题，战斗的平衡性不错。随着故事的推进，敌人的动作呈现多样化，难度曲线比较合适，音乐也是亮点。人物升级没有能力成长被认为是一个缺点，再就是跳跃动作僵硬，起跳后不能改变落点位置，比较影响在平台上的移动。个人评价3星半。番茄勇士由日本电视网旗下的 VIP 公司发行在磁碟机上的一款游戏。之前介绍过这家公司发行的元祖西游记美猴王的大冒险。故事背景是番茄勇士要赶走入侵蔬菜王国的昆虫，并拯救公主。在俯视视角的场景里，玩家控制番茄勇士向画面上方移动，从顶部显示番茄的脑袋和2只大脚。操作方法很特殊，要分别交替操纵2只大脚移动，先抬起1只脚，方向键朝8个不同的方向控制这只脚，然后按 A 键落下并切换到另一只，再来用方向键控制另一只脚的位置，如此轮流操作。按 B 键踢腿，可以攻击敌人或清除画面中的障碍，清除障碍能获得一些道具。一开始番茄勇士是光着脚，最主要的道具是不同颜色的鞋子，这些鞋子也都是名牌，所以这本来应该是一款耐克的官方宣传游戏。红色的鞋子增加移动速度和步幅，黄色鞋子能在水面行走，蓝色的鞋子有防滑的效果。其他的道具包括药水瓶，恢复体力并一段时间无敌，有体力的设定是因为被敌人攻击一下不会直接挂掉。炸弹全灭屏幕上的敌人。红白色的罐子是杀虫剂，可以发射杀虫喷雾，如果踩到大便的话，敌人都会纷纷躲开，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快速前进。棒棒糖让敌人短时间停止移动，翅膀可以飞起来一段时间。在场景里还得找到一些传送的地点进行传送，从而到达关卡 BOSS 的所在位置。游戏里的难度主要来自于对双脚的控制，越往后的关卡，道路周围有很多的陷阱，移动的空间很大程度受到限制。再就是 BOSS 战 ，BOSS 是各种虫子，如蜘蛛、蟑螂、蝎子、蜈蚣，最后的 BOSS 是一只大苍蝇。这款游戏左右脚交替控制的玩法还是很有意思的，画面色彩鲜艳，游戏氛围也很轻松，算是不错的动作休闲作品。个人评价3颗星。SD 高达世界扭蛋战士混乱大战 SD 高达系列的第一作发布在磁碟机上，从这里开始，万代开启了一个庞大的游戏系列。按照这作的发售时间，在此时间之前的高达动画中的机体都有登场，包括了初代高达、Z 高达和 ZZ 高达。游戏是战棋策略混合了动作的类型，通过生产 MS 消灭敌方的势力并占领基地。开始界面可以选择单人、双人或者观看电脑对战，然后选择游戏剧本，共10个剧本。不同的剧本敌我双方的初始强度不一样，有我方优势的，也有开局敌方优势的。接着选择双方是少数还是大军。下一步4个扭曲了原始形象的漫画脸，表示了电脑的 AI 强弱。架亚的头像表示最强 AI。敌我双方机体用红蓝表示，殖民地为白色的中性设施，将机体移动到中性位置可以占领，能增加我方每回合的收入，也能用作机体能量的回复。每个回合有3次行动次数，移动机体、间接攻击和生产单位都会消耗行动次数。行动次数用完，轮到敌方的回合。由于硬件的问题，电脑的行动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当双方机体来到同一方格发生战斗，这时切换画面变成计时制，限制时间为60秒。方向键控制机体移动， A 键是远程武器， B 键是近战武器。画面下方显示双方的血条。战斗进行到20秒左右之后，场景里会随机出现一些道具，包括能量回复、提高移动速度等等。战斗的地形取决于大地图所处的方格，
森林、城市和殖民地有更多的障碍，还有水下、宇宙空间和小行星，对战斗都会有影响。游戏中联邦或吉翁的部队是没有限制的，可以同时拥有双方机体。大部分机体的近战和远程的装备都是一样，包括几架动画主角的高达。机体的性能差异主要体现在耐久、机动性和攻击力的不同。少数的几个机体也有特别的装备，忠实于原作。例如巨型的精神力高达唯一的武器是扩散粒子炮。基本上生产花费越贵的机体性能越好，相反便宜的机体性能较差，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水下专用的 MS 价格便宜，陆战很差，但适合水下作战。作为初代的作品，采用了策略的玩法，虽然各种机体的设定都还比较粗，但整体框架搭建得很好。即时战斗的部分有一定的技巧，也值得一玩。加上高人气的原著角色，还采用了扭蛋形象的机体造型。本作推出后，在日本国内受到大众的欢迎，评价颇高。最大的问题是电脑的思考时间，每次需要相当长的等待，这足以劝退现在想要怀旧的大部分玩家。其他的缺点还有平衡性不够好，虽然机体强弱有价格的区分，但也有高性价比或者高价格但不好用的。如果双方游戏还是选择剧本，缺少了公平性。个人评价3颗星。时空咏传，这是南梦宫发行的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只有日版卡带。主角是传说中的勇者，被守护神亚龙选中，从现实世界转世到一个叫阿尔玛塔的王国，他要击败魔王和他手下的3个蛇发女妖。整体的游戏框架是一个横版的地牢探索。一开始在城镇见到国王，和镇民对话获得信息，购买各项道具和装备。需要注意对话要选择下方的指令，直接按攻击键会砍到 NPC。 城镇里有昼夜的设定，到了夜晚 NPC 都会躲起来，出现怪物。这个设计和恶魔城2类似。主角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几种剑、投掷的匕首，再就是能放置炸弹。后期还有一个叫晨星的链锤。装备盔甲作为防具，道具基本是常规的回复类型。在城镇准备好后，前往地牢，总共有3个不同的地牢，分别是水之魔镜、火之魔镜和土之魔镜。每个地牢都有一个蛇发女妖作为 BOSS。 地牢主要的构成也是横版的平台场景，有一些可以进入的门或洞口，有的门要进去还得钥匙。进入后，有的能获得额外的物品，或者救出一些人，还有的对话获得信息和提示。游戏里最大的特色是亚龙护身符，即画面下方最右边的一项。使用这个指令需要消耗画面左下方的精神值，即消耗爱心。用它可以获得提示、传送或询问一些关键的问题。能够问什么问题取决于 tag 的点数，它显示在左下方。这个点数通过消灭敌人增加，而且点数越高，攻击的速度也越快。问题包括了离 BOSS 房间还有多远，地牢里还剩几个镇民，是否错过必要的物品，以及最重要的该使用房间里的哪一扇门等等。询问问题后会得到一个符号和剑指向的方位，然后就得配合使用一个随游戏同捆发售的亚龙护身符的实物圆盘，通过转动它来获得答案。答案主要是是或者否和1到5的数字。这部作品框架和系统做的都还不错，这种游玩的形式很适合当时的红白机。最大的问题是动作部分比较差，主角的攻击动作缓慢，敌人大部分敏捷性很高，移动轨迹怪异， BOSS 的攻击模式设计的也都不好，平台跳跃的操作很难掌握。个人评价2星半。家庭教练系列7大运动会，万代推出的体感游戏系列第7部，还是使用外设地电控制器操作。这作有日版和美版，美版由任天堂代理发行。本作依然使用地电的 B 面12个键。多人游戏时，垫子的左右两半分给2个不同的组。开始界面的游戏模式，单人和电脑对战、双人游戏和团队游戏。主要的内容是障碍赛，在一个跑道上越过池塘、木桩等障碍，或者推球前进，穿着螃蟹服横向行走，给气球充气，然后进入球内。如果是单人游戏，能选择3种难度的电脑对手。另外还有一个滑板赛道，踩着滑板避开各种障碍。在2个队伍的团队模式中，最多可以6个人一起游戏。
这里面还有3人踏板竞走和拔河项目，障碍赛以多人接力的形式进行。从形式上，本作没有像之前的第5和第6部那样往更复杂和更有游戏性的方向发展，而是返回了这个系列最初的跑跳比赛。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倒退，或者万代已经意识到当时的硬件技术水平还无法支持复杂的体感操作。这作的亮点是可以最多6人游戏，算是早期的聚会游玩类型，个人评价2颗星。巫师与骑士，从这里开始是87年12月的游戏。这部作品最先发行的美版由 Rare 开发 ，Acclaim 发行。巫师与骑士是美版的游戏名，日版的游戏名叫传说骑士埃尔洛德。日版的发行方是杰利可 ，NMK 还参与了开发。2个版本有些区别，最主要的是界面。日版里画面下方的血量用数字表示，敌方数量和道具位置有些不同。另外，日版的主角名字是埃尔洛德，而美版的主角名字叫做库罗斯。埃尔洛德或者翻译为埃尔隆德被用作王国的地名。这是一个系列作品，总共发行了4部，除了第1部有日版，后面的几部都只有美欧版本，因此这里以美版为主进行介绍。邪恶的巫师来到埃尔隆德，带走了财宝和公主。国王带领骑士们战斗，但大多数人因为恐惧而逃走。主角库罗斯从黑暗森林开始，穿越地下的洞穴和隧道，到达铁塔城堡，要在那里击败巫师马尔基尔，拯救公主。本作属于平台动作类型，玩法上很像街机游戏，每个关卡里的目标是收集场景里的各种武器、道具、宝石和宝藏，以克服敌人和其他障碍和危险。最主要的是收集宝石，达到一定数量的宝石才能进入后面的场景。每关里找到3种不同颜色的钥匙，它们能打开对应相同颜色的门和宝箱。钥匙在同一关内无限次使用，过关后消失，到下一关重新收集。主角的攻击武器是剑，通过获得不同的道具和魔法也能进行远程攻击。道具有临时性和永久性的。消灭敌人通常获得临时性的道具，包括不同颜色的药水，能短暂强化移动或跳跃能力，或者是短暂无敌。肉是回血道具，还有让敌人短暂停止或全灭的物品。永久性的物品主要是各类装备，武器类的如小刀、战斧，拿到后有远程效果。防御的盾牌，可以在空中漂浮的药水，减慢下落速度的羽毛，特殊效果的鞋子和魔法攻击的法杖。相同类型的装备只能持有1种，拿取新的会将老的替换。总共有7个关卡，末尾都有 BOSS 战。BOSS 的血量会显示在下方。这部作品介绍下来好像没有太多独特的地方，但上手玩感觉很不错。游戏内强调寻找宝物和使用不同的装备，还有很多位置有隐藏的奖励。动作部分做得很扎实，每个关卡里的结构和平台的设计很巧妙，配合上角色跳跃时可以漂浮和缓慢下落的能力，操作起来游戏性很好。手感上人物有些轻微的惯性，声音和画质的水平不错，个人评价4颗星。中山美惠入学记，这是史克威尔和任天堂共同开发的一款冒险游戏，仅发布磁联机版，由坂口博信和坂本鹤勇共同担任设计，以当时正当红的中山美惠为角色形象创作。他还为游戏制作了配音片段，可以通过拨打游戏中显示的电话号码收听。本作被认为是最早的恋爱模拟游戏之一。玩家扮演的主角是一所私立学校的转学生，在转学的第1天，在学校的走廊上撞见了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并意识到女孩很像超级偶像中山美惠，其实正是她本人。随后开始了一段偶像和粉丝之间的爱情故事。玩法上就是标准的冒险类型，用右侧的指令操作，包括了移动、查看、谈话、拿取、使用、给予等等。根据情景的不同，这些指令有时不会一起出现。随着剧情的推进，会出现一些和美惠单独对话的场景，这个时候会以面部特写的形式显示女主角，会出现选择面部表情和一些对话的选项，这是游戏里的关键部分。如果表情选择不合适，游戏直接结束。可以从美惠的面部表情和 BGM 的变化感受她此时的反应。游戏的流程很短，大部分的情节很容易推进，关键的对话选项会影响游戏的结局。只有2种结局，好结局和最好的结局，没有坏结局。
早期的这类游戏里，选项还不会很刁难玩家，大部分的回答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钢铁直男除外，少数超出预料的内容多试一下也问题不大。这部作品任天堂也是以蓝色磁盘卡推出，因此可以通过磁盘传真参加比赛，兑换奖品。游戏在日本很受欢迎，作为当时圣诞档期的作品，和偶像谈一场恋爱绝对是极佳的礼物。个人评价3星半。Konami 作曲家，这个游戏的名字直接音译过来就叫做哆来咪，发布在磁碟机上，是一款电子琴练习软件，以套装的形式销售，价格不便宜。除了磁盘，还有最重要的外设，是一个迷你的电子琴键盘，将外设的插头连接到红白机上，就能开始愉快的演奏了。开始界面有3个选项，分别是音乐会、练习和钢琴。在钢琴模式下，使用键盘随意弹奏你想要的乐曲，可以按选择键打开一个菜单，在这里可以选择钢琴或者风琴，录制自己的音乐，有4首预设好的曲子作为伴奏，也能调整节奏的快慢。来到练习模式，在这里练习弹奏4首预设好的曲目，选择画面中的4个音乐盒子，表示4首曲目。标有飞机图案的就是宇宙巡航机的 BGM， 另外3首是溜冰华尔兹、铃儿响叮当和生日歌。键盘上亮起的黄色按键为演奏的提示，红色的是实际输入的按键。最后在音乐会模式下，和乐队一起演奏，在这里能选择更多的乐器类型，还可以为每个乐队成员单独录制曲目，最后合在一起演奏。不过真要把这个模式玩得溜，那得有相当的音乐水平。这款软件作为那个时期的产物，现在自然是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了。不过这算是科乐美的第一款音乐类作品，往后它出了几个音乐游戏系列，还构成了娱乐设施业务，成为了一个单独的板块，在营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游戏评价1颗星。圣诞百宝箱，由 Data East 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一部作品。在开始界面有2个选项，第一个是制作圣诞贺卡。进入制作卡片的模式后，首先是编辑文字，可以在已经做好的模板上进行修改。下一步是选择音乐和屏幕背景，都是圣诞节常用的，各有3个选项。最后一步是在一个8×8的格子上绘制一张像素图形。制作完成后进行预览。进入第2个聚会游戏模式后，有4个小游戏，分别是宾果、轮盘、老虎机和扑克骰子。更准确地说，它是多人聚会时使用的游戏工具。这款游戏一方面是圣诞档期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当时所处的年代，把实际的东西电子化似乎很时髦，也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一种未来的流行趋势。个人评价1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